大家聊聊小话题，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小的话题，北京的夜场的女孩儿，比较窄重的一个话题。其实我在北京当时写九大色情圈子里面，其实提及过这个夜场的女孩子，但是呢，就是没有特别展开的去讲。大家因为这个今天呢，正好时间原因，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北京呢，其实夜场生活是很丰富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啊。咱们在这个栏目里本来就是八卦，可以多聊。所以在北京的夜场里呢，也是各种女孩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女孩子都能够看得到啊，都能够看得到。这个档次拉的是很开的，档次拉的很开的。呃，萝莉岛，萝莉岛事件，萝莉岛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阴谋。爱泼斯坦实际上就是一个看门的，咱们说实话，一个庞大集团的一个看门的。因为刚才跟大家答应讲萝莉岛嘛，它背后的原因还是蛮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比如像我们的川普同学去了7次，没有什么事情。这里面很多人，包括我们的霍金同学，这里面很多人在萝莉岛提供的服务，其实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是抗衰、抗衰老，是延年益寿。这个东西跟萝莉岛有什么关系啊？呃，以后找机会跟大家去讲吧，就是女性身上的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对，小姑娘身上的一个。所以呢，在这种东西呢，这些东西呢，懂的人什么紫河车乱七八糟的往回去推，很多人都会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作为抗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实际上形成的这个产业链很长。呃，不仅仅是去男女色情关系，这个东西太小了。当然它爆出来这一点呢，你们去问 ChatGPT 就可以了。ChatGPT 如果你是4.0以上，你就问一下爱泼斯坦萝莉岛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过程是什么，不用我给你讲。我也不重复，ChatGPT 都能给你在现有资料里完整的去给你讲解相关的东西，就关于色情这方面的东西，它能给你完整的去讲解。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明面上不可能是因为色情的原因去拜访的这个岛，那就是因为另外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真正产生的产业链，实际上比色情的产业链庞大的多得多。出来也是政治目的。哎呀，你们想的对，这个胎盘稍微靠点谱，对吧？你们那个咱们自常那个学里面，年轻人的学里面能提炼出什么东西啊？你们都不知道吗？对，所以呢，那个这乳汁，这就是完全不靠谱的东西了，好吧？完全不靠谱这个东西了。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今天呢讲一下这些女孩子，女孩子也是在北京的混夜场的女孩子，高中低端也都不一样，但是没有任何北京的夜场，除了私人会所的以外，没有任何北京的夜场能够高端到大家想象那种琴棋书画什么都有的场合没有。在夜场工作的女孩子呢，实际上很多人都问我不管是高中低档的女孩子，就是能不能娶在夜场女孩子，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去想的。就是这个夜场的女孩子想的太偏了，什么采阴补阳这想的也太偏了。抗衰老，我再说一遍，抗衰老的方式。有没有想娶夜场女孩子？夜场女孩子有3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啊。胡塞武装没有打美国航母，那个视频是人家给我发的，然后我就转发出去了，让大家看一下，比较逗嘛。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夜场的女孩子是我接触过的群体里面，就各种群体里，夜场的女孩子不是长得不漂亮什么问题，是最不说实话的一个群体。就是说除了跟夜场女孩子沟通交流很长时间，因为各种原因，而且无利益、无目的的沟通的以外，你其实并不知道他们说的话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们在挣钱，不管是哪个档次的夜场女孩子，他们在这个场合去挣钱，所以他们在这个场合有自己的谋生的规则，所以基本都不说实话，就是话里面全是假的。那你想，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子沟通，她永远说的话都不是实话，那你是不是会比较难受就比较难受，因为你也不知道她哪个话是真的，哪个话是假的啊。第二个呢，夜场的女孩子呢，她的大问题是，呃，钱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啊，
干细胞，老大，你们真的能不能行啊？咱们都这个年纪了，干细胞这个词你们都出不来，什么血小板，别生气啊，什么双修，哇塞啊！没听说过什么胎盘干细胞，再往下再往前推，都没听说过是吧？那也正常，大家没听说过也正常，好吧？啊，那个无头是，所以呢，我看你们对夜场女孩这个话题不感兴趣，那你们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咱们讲大家喜欢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就我跟大家讲啊，有钱有势的人，你们讲萝莉岛没问题，有钱有势的人最重要的根本不是跟年轻女孩子不啪啪啪，而是怎么让自己永驻青春。听明白了吗？永驻青春的这个话题，比啪啪啪这个话题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吸引力大的多的多啊。我们生活的档次不一样，所以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可能这些人去都是年轻的小姑娘，以为这个东西对他们心理大。好，你们有没有人想过揭露的名单啊？几千个美国这么多政要名人，他们就非得到一个岛上弄个年轻的小姑娘？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啊？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胎盘干细胞，你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去学习，就是它这个东西对于人的抗衰老是个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再看看胎盘干细胞是多少岁的女孩子出来的这个东西才是最好质量的东西。然后如果这个胎盘干细胞跟自己还要有关联度，就是跟自己有关联度，就是我是男的，他是女的，之后出来的胎盘干细胞是不是对于我的抗衰是最有帮助的？我说到这种程度了，大家是不是应该都已经很多人都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啊？啊，大家都应该是很多人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因为再讲我觉得恶心了，不想讲了。不是因为它不是纯色情，色情的事儿没关系，那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再讲下去，就我讲到这儿，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很明白了。再讲下去，我觉得恶心了啊！就是为了让自己长寿，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有钱的同志们吧，啊，应该是这么说，为了让自己长寿，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为什么宁可去揭发他们萝莉岛，也不能把这个事儿往深里挖？因为揭发萝莉岛只是他们的作风问题，作风问题，但是往这方面就可能是人性问题了，就是人性问题啊，就是跟美国不能出现克隆人一样，西方不能出现克隆人一样，这就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的这个人性了，那就太严重了。所以呢，最好给他们截止到这儿。但是呢，实际上罗里岛揭发这个也仅仅是一个警告，仅仅是一个警告，背后真正的东西再出来以后，那就是更深化的一个东西了啊，更深化的一个东西了，好吧？你们自己其实在国内也是一样，有没有人在国内知道，就是当你自己生孩子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相关条件，会让你把这个胎盘做保留，提取干细胞，双方的抗衰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有没有医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因为我在北京和睦家医院的时候就会有这相关的服务，我不知道你们的医院有没有这相关的服务。对，但是呢，这个胎盘干细胞也是越年轻的女孩子，出现的东西，它用来它制的药，在你到达一定年龄往你身体再打回去，对你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最好的。对，现在有就好了，现在有这种服务就好了啊，自己的这个关联的啊，所以大家就都知道了，就是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是因为不能，如果他说是给你用的，这个东西在法律上是有问题，得说是给小孩子用的，听明白了吗？那你说我留的胎盘杠腰，将来爸妈能不能用？100%是可以用的，但是他不能这么讲，这么讲也会在中国诞生非法的产业链，会有很多问题出现的，啊，会在中国出现很多问题的，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的过程，大家明白就 OK 了啊。呃，这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对于健康长寿的需求是更大的。大家也可以有想象力，可以自己往这方面去想象啊。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中央领导人都能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以来都没有90岁以下去世的，也是由于很多这方面的原因在维持大家的长寿。
生命。中国在维持生命方面做的努力一点不比西方人维持生命方面努力做的差，好吧？维持做的差，得有钱啊，说的没错，要留这个东西就得有钱，你没有钱你是留不住的，没有用的啊，挺多钱的，没错，很多钱才能留下来，嗯，这样才可以。共济会、光明会这是有人说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没有人搞清楚这个东西。从最开始的巡山演修会到圣骑士团，到后来大家说的共济会，到后来大家说的光明会，也就是大家隐含的告知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啊，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背后操控这个世界。但是其今天为止呢，我们也没有人真正能找到这个，只是是不是有这样犹太人的群体，他对于世界的很多体系有自己的控制力。这个是可能有的，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他们带的体系也是犹太人，所以有没有人犹太人来做这个东西的控制，那可能是有的，只是往下引导就不知道了。啊，犹太人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被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当权者去排斥，那可能也有一些我们不能告知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原因吧。不能告知我们普通人的原因吧，所以呢，这个事背后应该有很庞大组织，但这个组织跟刚才大家说的共济会啊，这种包括最开始的巡山演修会，我也讲了圣骑士团有没有关系，那就不知道了，嗯，那就不知道了。延安儿女那个延安精神研究会，这个延安这个跟这个事关系不大。啊，这个都是一枚圆，后面那个眼睛都是告诉你那是共济会的代表，共济会的标志，但是不是我们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就像共济会以撒旦作为自己的标志，实际上就是堕天使嘛，它也是天使的一种啊，只是它更倾向于人类，所以被倾向于天的天使所不容，就叫它撒旦。那么于是呢，所有带666的都作为撒旦的标志，所以这时候为什么做的那个卢浮宫上面那个金字塔666块金字塔，就说明设计师是撒旦的崇拜者。啊，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所以呢，我们也只能就放在那儿听。只是有一点，就是现在呢，两件事。第一个呢，这些人确实去了罗利岛上，确实跟很多女孩子发生了关系，啊，这个是被揭秘出来的。第二个呢，我可以通过我的关系比较确认的，就这里面很多人去罗利岛的目的是为了延年益寿，啊，最后呢是从女孩子身上获得这个胎盘干细胞。跟自己有关系的胎盘干细胞，然后这些胎盘干细胞就用于将来让自己的年纪变得更年轻。至于这个东西背后呢，那第三个就只能说爱因斯坦肯定是这个事的一个中间人，所以他可以去死。他死了呢，这条线就断了，就没有人能把更多的秘密揭露出来。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大老板，真正背后肯定还有大老板。但是这个大老板到底是谁，我不知道，XGP 也不知道，XGP 也告诉你有大老板，但是大老板是谁，XGP 也不知道。好吧，嗯，其他就不清楚了。捐赠器官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以前都是偷偷的，现在捐赠一直也在跟大家说啊，只是以前呢偷偷的，现在更名正言顺，放到明面上一点的来说了啊，一直都是捐赠器官。中国器官就包括很多失踪的人，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你要听的是一个听什么呀？宣传捐赠器官不是刚刚宣传的，一直都在宣传器官捐赠，都在宣传器官捐赠。嗯，哎呀，有什么问题？对，这个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胎盘干细胞。摩萨德也许也是一个被控制者，那因为他毕竟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形成的情报机构，所以他自己也完全有可能是个被控制者。对，不可能延年益寿的。年轻的女孩子有什么可以啊？你说过去那采阳补阴、采阴补阳，你自己都不会，那你跟年轻女孩子在一块儿，不开玩笑说是你是被人家踩了，还是人家把你踩了呀？对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把人家踩了，还是人家把你踩了呀？夜场我也想讲，看大家没什么人要听，今天讲的时间又短，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聊一聊就过去了。啊，北京夜场其实最精彩的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大概在10几年前，北京的夜场才是最精彩的呢。
那个时候夜场除了高端场、低端场有一种场子是大家没有见过的，现在因为在北京你很少见到这样的夜场了。你们现在的蓝莓、草莓各种场跟当年那种场比起来根本没法比。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吧。其他的就北京曾经有一度像北京比较有名的像红龙像紫宫也叫紫金宫这些夜场里最重要的是养了一波女孩子，这些女孩子都有特别典型的特点。所以一个晚上如果你去喝酒很多人去喝酒，喝3个小时、5个小时，大家都不走，大家可以在里面看表演，一直从头看到尾。这个女孩子表演特点都是很多的，简单点呢，像什么倒立喝啤酒之类的真的会去倒立喝啤酒，听明白了吗？就是在墙上倒立的喝啤酒什么翻跟头、做柔软体操什么，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很简单的一些事情。更重要的呢，就是一些复杂的东西，跟你就互相之间两个人运动，一些很复杂的身姿态，那都是很正常的。很复杂事情就是用他身上的东西来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对吧？抽烟、喝啤酒、写字、拔河，做各种各样相关的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让我见识了北京夜场的一批很神奇的东西，比泰国的很多夜场的东西还神奇，比泰国的夜场东西还神奇。所以呢，看着那些女孩子在底下开啤酒瓶子的时候，塞一个，咱们都知道，咱们那个开啤酒瓶子放一个那个咔咔开那个玩意儿，你也得用劲儿对吧？那劲儿还是挺大的所以放它里面放一个后，啪啪啪一晚上开10几个啤酒瓶子的时候，就开个玩笑，你就会觉得，也许有一天你在底下的时候，它咔一下你就折了，对，它咔一下你就折了，这也是很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北京的夜场去看表演，一晚上看10几个女孩子，真的你都想象不到的那种神奇。他们会自己做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聪明才华，把它变成各种各样的游戏和相关的节目。然后我是觉得挺难以想象的。拔河是这样子的，就是拿一堆牙签儿拴上什么草莓，就类似这种东西，然后放在那个里面，就是看谁夹得更紧。夹得紧的人就能把那个东西从对方夹得不紧的人的那个里面给拔出来大家能知道我的意思吗？大家能对，不光是冠军，因为我真的跟大家讲过，底下放一个纸，那你想那个字儿能多大，那纸能多大呀？他真的加个笔能在底下给你写一首七言，你说你恐怖吧？窗前明月光，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就突然觉得文化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暴弱了，以后再不要跟人谈什么诗人了。那谈什么诗人呢？对，谈什么诗人呢？那些女孩子，你感觉文化素质能到什么程度？她底下放一个东西，对吧？插一个东西，她能在一个纸上给你直接写一首七言，你说你是不是直接就崩溃了？对，直接就崩溃了啊！所以呢，对呀，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这个夜场很多人很丰富，而且呢，他们自创很多节目，就是他们会不停的自创各种各样的相关节目。现在呢，你别呢，现在没有了，你那个啥呀，人家比你厉害多了，咔一下就给你弄折了，你说你厉害啥呀？你厉害啥呀？啊，然后那样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去经历过，就是我们身边有人去经历过，就那样的女孩子去，据他们说，跟那样的女孩子去啪啪啪是，呃，无限的舒服就是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很神奇的感知度，所以呢，它会让你这个所有的感受不一样有人说我喜欢跟小姑娘，因为小姑娘比较紧它可以让你一直比较紧，而且呢，可以让你有各种各样的很神奇的那种感受。对，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太敢，我看了他们我都有点害怕。我刚才讲了，但是有人去体会过啊。我是那个后来就没有了，十几年前清场以后就没有了，很长流行的一段时间，在北京大概有10年的时间吧，就是那一类型的夜总会，而且也不贵500、800的场子都没有上千的，也不贵。跳舞的有跳舞的，但是呢，就是不知道你说这个舞是跟我说那个东西一样不一样的一样不一样的，对。对，那就是就是看个人习惯吧，像你说穿衣不太好，那就是个人习惯不一样的，真的个人习惯不一样的。它的力量能大到多少呢？就是它的力量，就是我见过的达到力量。你看它那个屋子也得有，
3、4米的长度，啊，它可以这咱们反正瞎聊嘛，它可以把一瓶啤酒咔咔咔插进去，咚咚咚咚，一瓶啤酒全灌进去，然后拔出来以后，一下子就能够喷到3、4米以外的墙上，所以你就想它那个力量是有多大的一个力量。为什么我不敢去尝试，也是挺可怕的，感觉上还是挺可怕的，就这个东西。嗯，对，对，不知道怎么训练的啊，但是呢，就是刚才不开始我说娶夜场女孩没讲完那个话题嘛，我说的困苦点。但如果呢，你说你是一个追求那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夜场女孩呢，她们去呢不是都不能娶的。其实呢，网上很多人对于女孩太绝对了，就算夜场里的有些女孩呢，也是可以娶回家的，而且呢，我认识人有这样的经历，而且是特别好的女孩，就是真的是为了生活、为了钱才去做的。如果这个夜场女孩，你看她挣了钱以后，她会去经常赌博呀，会去找鸭子呀，会去干乱七八糟的，甚至于去吸毒。那这样的女孩你肯定是不能要的啊。但是呢，如果真是有些人为了生活所迫进到里面，但是只是因为在那个群体里面，他不想输给谁，然后他去经历的这些东西也是很好的。那回来以后也会成为贤妻良母，对。但是呢，这就需要这个男的有极大的勇气。而且呢，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就是夜场女孩不说实话，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接触跟体会，去感知啊，不一样的，对，就是呃，人家说的就是这样的本事的夜场女孩的那个生活一直可以很幸福。因为她本身就是那个环境出来的，她觉得你跟她好，她就很高兴了，而且还想娶她，所以她在那个方面对你的伺候是无限舒服的。啊，她跟我说她每天其实都不想，但是呢，经常呢，只要她累什么，那个女孩就会过去以后帮她做按摩，啊，然后呢，当然大家也能想到了，不是我们正常的那种按摩，很舒服的按摩，啊，然后呢，会用嘴帮她去拔罐儿，对吧？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的，啊，很舒服的去拔罐儿，然后让她体会所有的这种感觉，而且基本上她不用去做什么服务，所以呢，很懒，所以他最后说，除了这个他媳妇儿，他在外面也不跟什么其他女孩儿，就是很懒，因为他媳妇儿在这方面已经把他伺候的无限舒服了，所以他也不太去外面去找其他女孩儿，啊，就是这是我真的认识的一个娶了夜场女孩儿的一个男的跟我说的，嗯，超级享受，超级享受，但是呢，在这方面性上面就会越来越懒，就是越来越懒，因为他不主动嘛，都是那个夜场女孩儿在帮他去完成所有的东西，对。啊，对，女孩儿不是说都现在嘛，但是作为男人来讲的话，每个男人也不一样，有的男人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儿，回家饭做得好好的，然后呢，什么都伺候的好好的，给男人弄得舒舒服服的，啊，然后呢，也不经常跟你去争吵，有什么事儿都顺着你话说，可能有很多男人就喜欢这样子的，然后觉得娶回家的反正都是女人嘛，所以呢，在家里面都能够很舒心，啊，然后呢，也没有任何什么障碍，家里也弄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他就觉得这种女孩儿很好。就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他就会喜欢，啊，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嗯，只是这样的人少，大部分夜场女孩不会的，大部分夜场女孩都是说谎，他跟这女孩分分合合也2、3年，最后两个人走到一起去的，这个女孩就再也不去上班了，我知道在国内知道的，他们俩得有个7、8年过得都挺好，挺幸福的。也没有，里面的女孩子也是有爱干净的，有不爱干净的，啊，但是你不要去梦想里面的女孩子是只做公主的，对，很多人都是从公主开始做，做公主就下海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去享受夜场的女孩子，我能找到一个很单纯的，这个也没有可能性，啊，没有可能性。郭美美就相当于一个牌子嘛，就相当于立的一个牌子，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郭美美。所以呢，别人拿她挣钱，别人付给她东西，她出去，对外炫耀自己。其实某种程度，她跟那个爱泼斯坦很像，都是一个看门人，都是某种产业的一个看门人，好吧？我聊王海聊许昕聊什么东西呢？关键我不知道你让我聊的什么东西。
对吧？这个就是他们什么东西让你们那么感兴趣啊？就是有人说在性上面是不是很饿狼？没关系，到时候我找一个女孩子啊，我找一个女孩子专门给你们讲这些明星的艳史，因为这个女孩子在明星圈里混的时间很长，跟很多明星的经纪人都很熟。对，我可以找这些女孩子给你们讲明星的艳史，让你们聊一聊这些明星真正在床地上都是什么样子的，感兴趣的都是什么样子的感觉，这样你们可能感兴趣的人会更多。嗯。对，现在北京是这样的，北京有一个现在好像还能做，他们说叫什么，就拿唾液去检测基因的，啊，就北京就看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网上咱们现在盛传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女的生了4个孩子，咱们应该知道，啊，这个女孩刚生，她第4个是刚生的，她跟她老公结了婚，啊，也就是说相爱后，她老公觉得有问题，去做基因检测，给老公生了4个孩子，这4个孩子没有一个是老公，而且4个孩子有4个爹。啊，就是这个事儿刚应该在网上发生的，热度还有，所以我觉得也挺逗的。我听说过的医院里，我听说过的最就是逗的事儿，是一个女孩子怀孕了，然后找了20多个男孩子来，在北京和睦家找了20多个男孩子来，她不知道是其中谁的，要求每一个男孩子都付钱，然后最后可能拿了小100万吧，就因为一个一个就20多个男孩子，就是也就是说，每一个男孩子在此期间跟他都发生过关系，而且都是射到里面可能产生怀孕的一个关系，啊，不带套的，啊20多个男孩子，啊，这是和睦家里面的哥们儿跟我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外面传的咱不说，亲身经历一个最火爆的事情，而且也不是夜场的，就应该是女孩子啊，但是她是不是喜欢蹦迪什么的，咱也不知道。挺火的。当时这个案例说完了，我们曾经作为这个茶余饭后的笑话聊了很长时间，说现在女孩子太火爆了，太火爆了，很年轻，可能是类似于00后，类似于零零后。还有什么要聊的？大家说的，谈过恋爱的当然可以了，你都是经验，没有谈过恋爱的才有问题呢。连恋爱都没有谈过，他都不知道什么水果好吃，你是他第一个吃的香蕉，哎，他觉得不错，跟你好了，结果他跟你好期间又吃了苹果、鸭儿梨，又吃了什么榴莲，最后他不喜欢你了，你不傻了？他吃过一些水果跟你在一块儿谈，那你这会儿就比较保险了。对呀，啊，他们说我什么随便说呀，你也可以去说我呀，对吧？但是我为什么要搭理他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吗？啊，就是这个地球上一个蚊子咬了你一口，你一定要跟蚊子去计较吗？你打不死它，你1年、2年、3年，我不在任何我看不上的人身上花时间，明白了吗？就是他得值得不值得我，说不定你跟我说一个话，我跟你较半天劲呢。但是我觉得一帮傻逼说的话，我就不搭理了，我干嘛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呢？对吧？啊，这傻逼不搭理傻逼是咱们做人的一个很正常，你就活自己一辈子，就这么点儿时间，好吧？早泄不光是站桩，站桩其实可以直接延长相关的时间的，啊，这个就不跑。你们应该原来看过我自己的做那个什么的视频，这个当然也不是什么吹牛，是真事儿。现在因为体力不行了，真实说实话是体力不行了，所以现在也差不多也就是3、4个小时吧。原来体力好的时候是肯定能做一天的，那现在因为体力一般了，也就是3、4个小时，啊。所以呢，就站桩这个东西是要坚持。我因为太长时间不站了，所以呢，站桩以后呢，你是特别明显的能改变身体所有的相关特点的，对，明显相关所有特点的。啊，你们不是说有人认识我什么国内一块儿做过的小孩儿吗？那你们如果真的认识我在国内的，你就先问问国内那个小孩儿，对吧？老翟跟你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你一问问你就知道这个人他最起码咱编谎话他有没有可能性？对，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外面去找这些东西？我有时候跟人开玩笑，我给你服务，你给我服务啊，对吧？这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给你服务，是你给我服务啊。所以呢，这个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跟我原来也开过玩笑，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做这个，一个新疆特别漂亮女孩子，做完了以后就一定要包养我，给我气的。对对，这个练中国的文化有时候还是很重要的，自然禅。
有时候还是很重要的。嗯，薛老师应该知道薛蛮子薛老师啊，就是这个，因为跟我很熟嘛，跟老哥说站桩这个事儿。现在你看老薛70了，每天晚上2个人在澳门根本就不回来。我特别好一个老哥啊，对吧？70了，2个女孩儿每天晚上至少俩女孩儿在澳门根本就不回来。所以我跟大家说，一定有功夫要站桩，坚持站桩，3个月到6个月，你效果就会极端的明显啊！你们能上油管看油管站桩就可以，但你要不坚持就改变不了。对。3个小时少，我3个小时不大可能，我这个怎么也得刚才大概说了，但是一般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原来最开始跟大家讲过女孩子的类型，你得遇到那种女孩子能够连续高高，而且一直做一直没有问题的才 OK 可能，啊，才 OK 可能。你要遇不到这样的女孩子，其实她就难受，她就烦了，啊，她就烦了，啊，你得遇见那种能一直连续一直做自己没问题的女孩子才 OK。好吧，啊，才是 OK。当然有些女孩子呢，也有一些东西呢会妨碍你，就是有些女孩子呢，她不能一直坚持保持跟你个人，她一定要使用器械啊，使用什么东西呢，那就不一样了。主要是体力的问题，主要是体力，现在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不是那个力量跟不上。没有过什么这种的明星，接触过一些，但是我跟大家讲过，都是在表演。都是在表演啊，一些人。还有一个，因为我会对味道啊、对皮肤的感觉呀、对身体的感觉呀比较重要。跟大家其实说过，你们可能不知道，当明星很辛苦的，他们外面很光鲜，对吧？在外面做的很光鲜演戏，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要出去拼命练习呢。啊，就开个玩笑，你以为 Angelababy 那一身肉是柔软的，你像女孩子一样可以抚摸的小肉吗？还是那种底下全是肌肉的、很硬的这种肉？对，因为他们要天天练习呢，他们要保持体重，他们要常年的大量的这种人的指导，所以因为要一些动作，要经常去表演一些难以表演的，而且身体条件要好，所以包括像这个赵薇啊等等人在内，那实际上都是就是不是咱们女孩子软软的肉，都是很硬的这些肉，那这些肉的感觉就很不好了，对吧？啊，你开个玩笑啊，一个姿态，你摸着她的腿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你的手感很不好啊，两个大铁棍儿似的。大家可能不知道那种肌肉在硬起来的时候什么感觉，那手感很不好，所以你不会有特别舒心的感觉。不要大家去想着，哎呀，说什么明星就什么，明星就是电影上好，电影上好。没关系的，不用戒，你自己不影响身体的就不用戒，影响身体的可以考虑。嗯，可以做，但是只是你要坚持去练。我又不出轨，我们家领导看我出不出轨，跟我讲这个东西有什么关系啊？我讲的东西都是认识他以前去做的东西。对呀，啊，我是老炮儿，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以后老实跟以前老实是两码事儿。嗯，也不是很危险，是你没有感受啊。对啊，你没有感受。我跟你说几种女人，我个人的感觉，几种女人没有感受。第一种女人就是胖的女人，就是咱们最后就聊一点儿就结束吧。啊，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她身体比较胖，她连曲线都没有。那大家想想，跟这样的女人在一块儿，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真的是这样子的。对，而且呢，你知道胖的女人她很笨，所以呢，她的这种给你的感知和感觉是很差的，这是真心话呀，很差的。那第二个就是毛发过于浓密的女人啊，这个你也能知道，讲过啊，味道很重的女人，这个咱也都知道啊，讲过。然后呢，就是这种我说的肌肉很僵硬的这种女人，对吧？这个也都是知道。然后还有叫什么一声不吭的女人，就是要列能列一堆。对，所以呢，最后呢，你要想让它变成一种享受，可能有很多东西你事前要做工作，可能你会事前要做工作啊。我不是说微胖，我说的是很胖啊，我不是说微胖。你说其他的女孩子开个玩笑，哎，这个女孩子也不胖啊，摸一摸手感也很好，也没有什么味道。比如说开玩笑啊，就为什么我说男人这个东西很难？结果脱了衣服两个布袋奶，这个奶能垂到肚脐眼儿这儿，那你觉得你还有多大的兴致要做呢？
或者脱了衣服就根本没有，飞机场开个玩笑两个大头头放在这儿，跟两个大鸡蛋似的大樱桃似的，没有胸。那你说你还有多少兴趣呢？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讲无所谓，只要是个人就能上可能对于某些人，甚至于包括我在内，就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就到这种场景，就肯定给多少钱都不能做了，直接撤退，得直接撤退。所以呢，就是要想到很合适的女人很少很少，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真的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啊。跳舞的就是我讲这个舞蹈的，如果你是练瑜伽，基本还可以，但是你单纯跳舞跳芭蕾单纯跳舞的，就是我说的这个东西，它的肉很硬的，很僵硬的，因为它身上都是肌肉，它没什么皮下脂肪，它要保持它的身材。所以呢，咱不开玩笑，你以为黄晓明跟 Angelababy 经常做吗？那感觉极端不好的，知道吗？极端不好的所以不是说就是你看着身材跟个小柴火跳舞的女人，她就能很适合的当你的媳妇儿。喜欢音乐、弹钢琴什么可以，但是跳舞还真不一定。胸大不大的话，这个没法一概而论，关键是形状、样态甚至于比例这个都是很关键的，知道吧？跟那个单纯的大小这个关系还不是完善，不是纯的完善的。嗯，中产搭讪女孩子，你得有一个特点，很重要，就是你得有一个让女孩子觉得你完全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也就是换句话说，你说这个话题是女孩子感兴趣话题，且在这个话题中不纯是钱，跟钱真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我跟大家讲这个世界上只要稍微有点文化的女孩子，不是单纯一点文化都没有的女孩子，她永远会佩服在她喜欢的领域中能给她带来收益的人，就不存在不佩服的。我呢觉得很多人谈不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喜欢的东西，男人根本不知道。所以呢，有一些东西跟大家讲一讲通用的，比如说第一个最有效的东西，告诉大家就是星座。呃，不喜欢星座的女孩子很少，所以呢，一般的跟女孩子你要搭讪，不管任何女孩子有钱没钱，第一个呢就是她可能是什么星座的，太阳宫是什么，上升是什么，月亮宫是什么，这样星座的人特点会是什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什么问题产生。女孩子很少有不喜欢这些东西的星座这玄之又玄的。那往下再深刻考虑，你说什么周易什么东西，她不一定都完全喜欢，但是星座几乎是通杀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女孩子专业或者她爱好有关的东西她喜欢油画，那你就可能看看什么油画，从文艺复兴三杰一直跟她往上谈从到雷诺阿到野兽派的毕加索，对她喜欢艺术音乐，你就从音乐可以跟她往下去聊，对吧？他看他自己聊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你能在他喜欢的相关的东西领域里，给他做一个提示示范，而且让他觉得能跟着你走，你们也有特别好的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真的是。第三个呢，就是谈一些见闻，他不反感，但是他绝对没有听过的、特别感兴趣的一些见闻这也是能吸引很多女孩子的这种见闻什么范畴都有你给他讲讲什么叫做图坦卡门的咒语，就是那个埃及那个法老发现金面具那个咒语，然后跟他说为什么图坦卡门的墓地是给他姐姐挖的，他连他的面具都是从他姐姐那儿换的，对吧？等等等等，给他讲这相关的故事，为什么叫做恐怖的红宝石？这种很稀缺的故事甚至于包括给他讲讲什么是北京的小地主老流氓，都 OK 都 OK。那熟悉了以后，就可以有很多方式继续去吸引他了，拿扑克牌去算命变魔术什么都可以。但是开始不熟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好使，大部分女孩子不一定。所以呢，如果你是星座也好，她的特长也好，或者这种很稀奇的故事也好，如果 OK 有一些准备，你就具备了几乎在所有场合下，甭管文化水平高低、条件低矮，只要能碰面就能够在一起的机会就可能会去有就可能会去有，真的啊。真的不一定是钱，跟大家讲，真的不一定是钱，很多时候钱没有用的，因为女孩子呢，她除了钱，不管多爱钱的女孩子，她还有精神需求。
他精神需求你完全不能满足的时候，那你就出大问题了，大问题了。对，游艇，抱歉，这我还没有遇见过槟榔，我也不吃槟榔，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就挺抱歉的。嗯。不八卦，那女孩子喜欢八卦，你不是男孩子喜欢八卦。你讲这个东西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当然了，你跟女孩子上来就告诉你，啊，你是火象星座的，地火水风四个大属相，一看你就是火象星座的。您不是射手的，你就是狮子的，是不是？他要真的说 OK 是啊，哇塞，那你们往下的话题就多了去了，对吧？都是这样的啊。风象的，为什么你有艺术家气质？因为您是天秤的，天秤是所有风象星座里最有艺术家气质，所以你去学了画画。你看看女孩子会不会跟你去聊？但是你说你这是太阳宫，因为上升星座太阳宫，不知道你上升星座是什么，所以到30岁以后你可能会有转化，那完全都不一样了。那你们之间感知就不一样了。星座几乎是百搭啊，100个女孩子里99个吧，都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而且呢，大部分人不太认真。罗一岛开始讲过了，好吧？我不知道槟榔卖肉的，你教会我了，我才知道啊。电报群是小鹿俱乐部做的，很正常。做这个东西，大家有人有需求嘛，有需求直接去聊啊。嗯，他对你没有感觉，他都不了解你之前，你上手就出问题了，对吧？他最起码你对你有感觉，对你有感觉很重要。眼睛看着他的眼睛，你们2个眼睛能对视2到3分钟，你给他讲事2到3分钟对视眼睛，他眼神不飘开，你无意识的跟他的肌肤相亲，你的胳膊碰他胳膊，露出他的胳膊，或者你可能手摸过他的头发，他不躲闪。然后呢，他喝的饮料，你去尝试喝，搁在那儿，他没有什么在意，那你就不用想了，这时候你再动手就可以。你总得有一些试探的过程，让这个女孩子能表明，哦，你做这些举动的时候，女孩子是能够宽容和容忍的，就完全不一样。对啊，那您试探都不试探，您就直接上手，那就死定了。听明白了吗？电报群在论坛里面有电报群的地址。对，你又点了一杯，那就完蛋了。你就喝它什么味道的问题是，你喝他喝过的饮料，你在表达对他无所谓，那他接着喝也表达他对你无所谓，对呀，你要是碰他一下手，他就去洗手，那你千万不要去上手跟他走，他对你心里老反感了，老反感了。嗯，那今天就讲这么多，经验是这样的，我不光请你们发现有什么问题没有？对，大家一听啊，哇，老翟谈过成千上万个女朋友，哇，老翟懂军事，哇，老翟懂食品安全，哇，老翟懂化工，哇，老翟懂新能源汽车。不是的，是我喜欢研究。我跟大家讲过，什么叫做认真跟踏实。我接触某个领域，不管这个领域是什么，哪怕是黄赌毒，我接触某个领域，一旦开始接触呢，我就会认真的在这个领域中，包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有比我厉害的，我也会去问；有比我强的，我也会去，呃，去聊天儿。我会从很多地方去了解很多人的相关情况，然后呢，把这个情况在我知道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儿给他问得很清楚。如果大家要真的去想到，哇，这女人这么经验丰富，哇，老翟讲的所有的领域都那么经验丰富，那我估计我现在肯定不是说一个快60岁的人，估计是一个快600岁的人，对吧？不是的，是要认真踏实。每一个领域你接触了，你就会很深刻去了解，然后去总结，然后去实践。你发现实践中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用的，你总结出来，这时候呢跟大家沟通和交流，我仅此事而已，明白了吧？仅此事而已。摸也不一样，身体摸也不一样，每个女孩子的敏感位置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身体的摸也是不一样的，听明白了吗？看你从哪儿去来。嗯，你有时候跟他关系好，直接就问他说你其实什么地方摸完了特别敏感，特别痒痒，你关系好了，你直接问他呗，然后从敏感的地方开始去做呗，不一样的。嗯，他喜欢你了，你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手好脚，你说什么话他都喜欢。他不喜欢你了，你说什么东西他都认为你说的话是很难听的，知道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男人一定不要显得油腻。
不要显得很老成，往那一搁，哎呀，老子什么座位，老子什么，千万不要显得油腻。男人跟女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不管年纪多大多小的女人，我发现的一个共性，问的太多人了，就是几乎所有的女人，我说问的女人啊，所有女人都有一点，就是特别讨厌男人油腻。那你油腻的表现，去互联网查什么叫油腻的表现，也就是如果你想跟女孩在一块儿，你一定不要显示出油腻来。对，你只要不显示的油腻、世道、老成这些东西，那很多东西就不一样。油腻的男人很容易在最开始跟女人接触中就被女人杜绝掉。当然了，如果他的目的很特殊，他主动是来钓你钱的，你显示什么玩意儿他都不在意，他本身面对的也不是你，他面对的是你兜里那点钱。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跟女孩子在一块儿，你吸引她，什么都可以吸引，但你希望她更关注的是你的人，还是你兜里的钱？最后达成的结果也肯定是不一样的。